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和迪丽热巴有合作，冯小刚新戏当主演，番位之战还没停。网传赵丽颖和迪丽热巴即将合作电影《出狱女子的故事》，电影由冯小刚执导，据说成本在1500万左右，是名副其实的小制作。基于这点，有网友忍不住出来打假，赵丽颖和迪丽热巴都是众所周知的大流量，这么低的成本怎么可能请到他们出演？很多粉丝也觉得这个爆料一言假，更像是为了蹭热度而编出来的。主要争议点还集中在番位上，赵丽颖和迪丽热巴一个是作品广受好评的85花，一个是早就跻身顶流的90花，双方粉丝各持己见，互不相让，都认为自家偶像完全有资格去争夺一番。虽然电影是小成本制作，可毕竟有大导操刀，题材也比较耐人寻味，角色设定如果能出彩一点，对于两位主演的事业发展仍然具有一定加持。无论是人气指数还是商业价值，赵丽颖和迪丽热巴在同辈里都是佼佼者。赵丽颖是观众心中的收视女王，几乎演什么爆什么。早年的《陆贞传奇》花千骨，后来的《楚乔传》知否应是绿肥红瘦，包括近几年的《风吹半夏》《幸福到万家》，无一不是火热出圈。今年春节档上映的第20条，赵丽颖在片中扮演的聋哑母亲郝秀萍表现催人泪下，这一角色为赵丽颖赢得了不少好感。尽管不常上热搜，赵丽颖却从未被观众遗忘，这主要得益于她过硬的实力，有时候作品本身比流量数据更能说服观众。和赵丽颖相比，迪丽热巴上热搜的次数显然频繁得多，人们更容易记住她的造型、综艺、代言。然而提到作品，质疑和吐槽往往盖过其他声音。迪丽热巴通过《克拉恋人》女明星高雯一脚走进观众视野，成功打开了知名度。早年作品《麻辣变形记》、漂亮的李慧珍、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都是清一色的偶像剧。近几年主演的《与君初相识，恰似故人归》、《安乐传》毫无例外仍然是偶像剧题材。从现偶到古偶，迪丽热巴可以说是演了个遍。她并非没有尝试过别的类型，比如检察剧《公诉》，她在剧中扮演法学院学生安妮，演技时不时掉线，明明是正剧题材，迪丽热巴却上演了一幕情感大戏。显然现阶段她的功力还不足以支撑她演好一部正剧。事业面前，赵丽颖和迪丽热巴正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挑战。赵丽颖在电视剧方面已然名利双收，转战电影可以更好地延伸事业上限。本来有望通过电影降元弄提升知名度，结果雷声大雨点小，直接从网传女二变成女 N， 电影里换成了路人甲，曝光度远不如预期。甚至剧组成员齐齐亮相戛纳红毯之时，也不见赵丽颖的踪迹，错过了一次有效曝光。名义上属于前辈，实际上在电影圈仍然算作新人，这点与同为85花的杨幂十分相似。二人都在剧圈积累了相当的名气，一方面粉丝粘性强，一方面收视率稳居前列，事业发展留足了底气。然而多年来二人主要还是在剧圈打转，电影圈还处于寂寂无名的状态。杨幂早年间多次尝试进军电影圈，可惜票房和口碑都不太理想，总体收效甚微。赵丽颖参演的电影数量并不算多，整体反响还可以，只是离破圈还有较远的距离。更重要的是，她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作，所以在电影圈身份难免尴尬。85花转型遇阻，身为顶流90花的迪丽热巴面对的则是另一重难题。出道至今，迪丽热巴保持着稳定的作品输出，可是真正进入观众心坎的角色并没有几个。
除了早年克拉恋人的女配高雯，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的九尾狐凤九，前几年大火的《你是我的荣耀》中女明星乔晶晶相对出挑之外，其他很多角色只能说是小有热度。多年来，迪丽热巴最能打的不是演技，而是颜值，包括红毯造型和商务代言，这些可以说都是迪丽热巴的统治区。演技方面，如果不去刻意挑战高难度题材，舒适区内的及格分对她来说不成问题。即便如此，一直待在舒适区同样意味着失去超越自我的可能性。仅仅依靠人气做支撑，这样的顶流何尝不是昙花一现？85花和90花同时面临着瓶颈期，前者当下的重心在于如何破圈，在电影界扎好根，后者面对的挑战更为严峻，对于演技的修炼依然任重道远。2. 继赵丽颖之后，37岁杨幂也开始演村姑了，留着其刘海认不出来。近年来，乡村题材的影视剧备受网友们钟爱，由郑晓龙执导，赵丽颖主演的《幸福到万家》精彩演绎了一位农村姑娘的励志人生。提起农村题材，赵丽颖是不可绕过的演员。除了在《幸福到万家》中有出色表现外，她还在春节档饰演了一位农村妇女。郝秀萍便是第20条中的人物。那孩子的体态虽然瘦弱，但却散发着一种令人动容的魅力。农村题材的作品无疑是备受青睐的，他们不仅容易获奖，而且有助于演员们成功转型。杨幂也开始扮演农村姑娘，紧随赵丽颖之后。这正是那部《生万物》。这出戏以现实主义为基础，同时也是一部乡村戏剧。女主角秀秀是村中首富之女，在她出嫁时，根据剧情描述，因为父亲不愿意卖地来赎她，就把她的妹妹嫁给了她青梅竹马的恋人费文典。女主甚至需要与父亲断绝关系，剧情也十分吸引人，尤其是与杨幂之前那些光鲜亮丽的时尚剧相比，有了很大的变化。倪大红、林永健和秦海璐等专业戏骨的加盟，使得该剧班底更为强大。杨幂和其他人一样，在开机现场手持红包。然而，仔细观察杨幂，会注意到她与过去的形象略有不同。她剪成了锅盖头的发型，齐齐的刘海。有时候，如果不仔细观察，真的会有点难以辨认。网友们开始嘲笑起来。其实，杨幂曾经也尝试过齐刘海的造型，但是她显得更加平淡，无法凸显她的美丽。杨幂在最近一段时间已经接连出演了3部作品，《哈尔滨1944》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和《狐妖小红娘》，无论是从收视率还是口碑来看，都引发了广泛的争议。在拍摄谍战剧失败时，粉丝们表示古装偶像剧才是他的舒适领域。他重回古装偶像剧领域，结果又有人建议他尝试不同的题材，你们这不是为难大幂幂吗？尤其是杨幂的台词功底较差，表演用力过猛，甚至受到了业内的批评。大家都认为给她尝试的机会已经所剩无几了。小编一直对她的抿嘴习惯持怀疑态度，认为这一点尤其令人担忧。从这部剧中可以看出，杨幂放下了固有形象，全身心的投入，努力寻求新的突破。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赵丽颖之前的精彩演出。赵丽颖扮演农村姑娘，她能够让观众信服的主要原因在于她的出色表现，尤其是她与角色的相似之处。从远处望去，显得纤薄朦胧，质朴自然，散发出一种令人感动的亲和力。水花几乎是贴着她的脸而飞溅的，热依扎也是如此。获奖也是理所当然的。海清老师在扮演甘肃农村人之前，特意前往当地体验生活，使自己完全沉浸在剧作之中。只有经典才得以形成。其他女明星的肤色则呈现出雪白的光泽，即使再怎么纤弱，
长时间的娇生惯养也难以表现出农村姑娘那种朴实无华的质朴气质。这不仅是杨幂难以诠释到位的问题，马伊琍在扮演新疆农村角色时展现出了出色的演技。她不仅画上深色的妆容，而且将角色演绎得十分贴近西藏人的形象。在上海姑娘的烛火下，若不沾一丝阳春之水，要摆脱她们的精致气质可谓不易。李沁的装扮也显得平淡无奇，多个环绕耳边的圈圈仍然会使人分心。因此，仅仅在脸上抹点黑并不能让人扮演出农村人的形象。杨幂已经是37岁了，时间不再像从前那样充裕，